親愛的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嚴老師，非常開心啊，又跟大家見面了，又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學習，学什麼呢？學我們 HSK 5級的考前啊，不是考前，考前怎麼樣？輔導系列課。那今天啊，要跟大家說的還是我們的書寫部分。說到書寫部分啊，聽到這裡，其實啊，已經接近尾聲了。今天的課程聽完了，恭喜大家，你們書寫這個第一小部分，也就是我們給你們幾個詞，要讓大家寫一個80字左右的段落，這一塊的內容啊，你們就都學習完了。今天呢，最主要的是什麼？想要告訴你，學了很多技巧了，是不是？寫文章不費勁了吧？那怎麼樣才能拿一個高分呢？說到高分啊，其實最關鍵的就是第一，你要有邏輯；第二，你的詞要高級一點，對不對？高級的詞彙，請大家下去慢慢積累。這裡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也是可以用到高級詞彙的方法，同時還是讓你把文章寫得非常有邏輯的方法。那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捷徑啊，那就是用好我們的關聯詞。記住了，你在寫文章的时候，尤其是你在寫一些觀點類的文章，關聯詞是非常重要的。用那麼一兩個，顯得你的文章很有邏輯。而且關聯詞也分什麼呀？也分簡單的詞和高大上的詞。今天啊，我們都来梳理一遍，哪些詞你可以把它丟掉了，直接腦子裡記住那些比較高級的詞彙就可以了。首先我們說關聯詞分為很多類，對不對？第一類我們看一看轉折。說到轉折，但出現在你腦子裡了沒有？有，肯定有。在這裡希望你們用的是卻也是表示轉折。比如說我說了大實話，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卻不相信，對不对？他應該相信，但是他不相信，我們也可以用卻，他卻不相信，相反的表示轉折。第二個，但是都說了，你要去掉但是留什麼？請你留下然而，讓然而住在你的腦子裡。說卻呀，可能有時候不太好用，但是然而一定非常好用，還是2個字呢。再看下一個，雖然但是，這是一組關聯詞。雖然後邊說一個東西，但是再來一個轉折，對不對？雖然我對這件事情很感興趣，但是我不得不怎麼樣，對不對？雖然我非常想去旅行，但是為了考試，我還是決定在家學習。所以它呢是用2个一組關聯詞把你的句子串起來了，這樣你會寫一個長句子出來，是不是？長句子也是可以幫助你拿高分的。當然這裡的然而但是也可以換成然而。再看下一個，儘管下雨了，他還是去上課，他還是堅持去上課。儘管還是其實和雖然但是的意思差不多，儘管後邊也是一個已經發生了的什麼？發生了的條件，對不對？儘管下雨了，天氣已經下雨了，他還是堅持去上課。所以這些呢是表示轉折的詞，還有一個那就是即使也。比如說即使漢語非常難，我也不會放棄，我也會繼續學習。即使有很多困難，我也會堅持努力，對不對？這個呢是即使後邊呢可能是沒有發生的，就是有可能有這些困難，但是呢不會改變你的做法，不會改變你的想法，不會改變你要做的那些情況，對不對？我們用即使也。好，看完了轉折，我們來看一看比較常用的還有什麼？因果類的。因果類的想到了因為所以，對，還有什麼？
因此，前邊說了很多，總結一下吧。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東西，因此發生了這樣的結果，是不是？因此後邊是結果，前邊你要說一說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再看你們熟悉的因為所以，放在這裡告訴你它是一個簡單的。如果你還記得更高級一點的話，那就不要用它了。什麼叫更高級的呢？由於就因為比如說因為早上起晚了，所以我遲到了，是不是？原因起晚了，結果遲到了。由於早上起晚了，我就遲到了，對不对啊？由於也是原因，後邊呢是理所當然發生的結果。再看這個呀，其實建議這一裡邊呢記一個因此，再記一個之所以，是因為，正好把結果放在前邊，原因放在後邊。一般人吶，先學會了因為所以，但是呢到了5級啦，我们說一說之所以，是因為，先說一說結果，再告訴別人原因也是可以的。強調一下哦，因此，之所以，是因為，重點記憶。好，下邊我們看遞進，就是你在表達了一個觀點之後，後邊的程度更深了一點，應該用什麼關聯詞呢？比如說不但而且，這個是簡單的，是不是？中國不但有很多的美食，而且文化特別的豐富，對不對？很吸引人啊。然後說了不但而且，當然要提一提不僅而且，意思一樣，不僅更高級。再看下一個，不僅還，也是表示了更進一步的，對不對？遞進了，關係說的越來越重要了。這個時候呀，也可以用不僅還，他不僅學習努力工作，而且呀還非常的非常有魅力吧。就說這個人不僅有 A 方面，而且呀還有 B 方面，也可以用不僅還。看完了遞進，看一看條件我們說遞進呢，其實那個關聯詞組不太多，大家隨便挑一個記住就可以了。一般呢，其實可以記一記不僅而且，它比不但而且就要更高級一點，所以建議你們記一記第二個啊。再看下一個條件，條件是不是經常會用到？在之前老師給大家的例子當中也用到了很多表示條件的關聯詞。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印象？可以回去再聽一聽。我們現在主要是來梳理一下這些關聯詞，大家有選擇的進行使用就可以了。有任何關於關聯詞的疑問呢，你還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呢也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或者是直接給老師發微信啊。我們看表示條件的有簡單的一個字就。一下雨，就怎麼樣啊？就不想去工作了。一下雨就遲到，像北京一下雨就堵車。前邊它就是一個條件，後邊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因為有了前邊的這個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會發生就後邊的事情。好，我們接着再來看下一個。剛剛說了，只要下雨就堵車，是不是？只要熬夜就有黑眼圈，就是說這是一個條件，有了這個條件會發生後邊的事情。那除了這兩個還有什麼呢？還有只有努力才會成功，才也是可以表示它前邊也是可以連接一個條件的。只有說明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是不是啊？只要呢說有這個就可以了。那你成功必須怎麼樣啊？必須要努力，這是只有才，說的是一個必要的條件。無論都，這個呀就是
像無條件了，是不是？不管什麼情況，後邊這個呀都會發生，是不是啊？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無論都，無論啊，怎麼說？無論這道題有多難，他都會耐心的把它做出來，是不是？這個就是不管前邊啊這個條件它是不成立的，不管你有沒有，不管你這個條件怎麼樣難，我呀都會發生後邊的情況，是不是？這個呢是關於條件的一些關聯詞。下邊我們看一看假設。假設一個條件，好，如果就假設的條件是什麼？沒有發生的，對不對？如果明天下雨，我們就取消計劃。取消計劃是明天下雨，對不對？明天會不會下雨還不知道呢，只是說如果，我們先假設一下。還有，假如就和如果一樣。假如明天下雨，我們就取消計劃。第三個，如果那麼，也是表示假設的。如果後邊呢都是假設的條件，那麼就是你們可能有了這個條件要發生的事情。說完了假設，再看選擇。選擇是什麼呀？這個就很好理解了。當你在書寫部分想要從1、2、3當中選一個出來的時候，你就用選擇類的關聯詞，比如說不是就是 A， 對吧？不是 A 就是 B，A、B 裡邊2選1，他呀不是遲到就是早退，這樣的學生真是頭疼啊。再看要麼也是在2個裡邊選一個，要麼 A， 要麼 B。想要學好漢語，是不是？要麼努力記生詞，要麼好好學語法。其實呀，都是一個學好漢語的什麼選擇？你要麼去北京讀書，要麼去上海讀書，是不是？北京和上海，你選一個。或者和要麼一樣啊，大家有選擇的記那麼1個、2個就可以了。也許這個呀也是選擇，但是它是表示猜測也許去在聊你暑期的計劃也許去青海，也許去南京，也許去蘇州，是不是？都是有一種可能性在裡邊的，但是呢，你還沒有完全決定。這個選擇類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記那麼1、2個就可以了。所有今天說的這些不同類型的關聯詞放在這裡，放在一起，是希望你們有一個整體的認識。看到它，你要知道它是哪種類型的，是要選擇呢？是要假設呢？還是表示因果關係呢？這些關聯詞的作用是幫大家把小句子連起來，組成一個長句子。同時呢，也是希望呢，用這些關聯詞讓你的小段落怎麼樣？更有邏輯，非常好。那這些呀，就是我們說所有的關聯詞，還剩一個比較難的，表示選擇的是寧可 A 也不 B， 你呀寧願做 A 也不願意做 B， 但是 A 和 B 呢都不是你希望發生的結果。怎麼說呢？我寧可餓着也不吃他做的飯。他做的飯不好吃，你不想吃，但是你也不願意挨餓，對不對？2選1，那我寧可餓着也不做，表達的呀就是說2個都不願意的事情你寧可選擇 A 都不去選擇 B。 這個用的其實就比較書面了，看大家的選擇吧。今天呢，这個如何得高分的方法，其實就是希望你們不需要都記住，但是每個不同的類別，老師希望你們至少
知道那麼一個或者2個，考試的時候呢拿出來用一用，可以幫助你提高一下分數。好，這個呀，其實到第9部分呢，就是梳理一下，遇到了不認識的應該怎麼辦呢？考場上，如果你真的遇到不認識的了，那真的是老師也幫不了你了。說了那麼多，最關鍵的還是大家要打好基礎，是不是？大綱詞要認識，是不是啊？你看到詞，你不認識它，它也不認識你，這道題做起來是挺困難的，但是還是有小建議的。比如說做紙筆考試的同學，你們的福利到了啊！你要是不認識它，那你也可以把它抄下來，注意不要寫錯了漢字。然後呢，利用排除法，你看一看，用到了名詞了，用到了形容詞了，也用到了动詞了。那這個詞可能是一個副詞，是不是啊？把它放在句子的某一個位置，確定它的位置。然後呢，根據你的主題寫一個你覺得可能是正確的句子，說不定就猜对了。那对于網絡考試的同學，這一塊呀，你也沒辦法 Ctrl+C 加 Ctrl+V， 你應該怎麼辦呢？我們之前給大家介紹過什麼呀？利用聲旁去猜一個漢字的讀音，是不是？應該是在4級的課程當中有跟大家專門的介紹過這樣一節課。你們呢可以再去聽一聽。那用聲旁猜完讀音，你打字需要拼音，對不对啊？認字不認字，先認半個字，這是中國的一句俗語，也不算俗語吧，就是大家常說的一句話。因為很多時候呀，中國的漢字其實你是可以猜得出來它的讀音的。你看其中的一部分，可能這個讀音和你認識的那個部分讀音是相似或者完全一樣的。這個時候就要祈禱了，希望它是一樣的，你就可以打出來這個詞兒，然後呢，結合它的形旁有偏旁，對不對？猜一猜可能是什麼意思。最後還是紙筆考試的這個方法，大家呀排除一下，看看是什麼詞性，可能是什麼詞性，可能放在句子的哪個位置，然後寫一個小的短句子，把它放在哪兒呢？開頭、結尾還是中間呢？趕緊把它藏起來吧，放在中間，希望老師不要看到。但這種情況其實非常少，老師火眼金睛一定會看到的。這個呀，就是說，實在不會了，這個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一個方法，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還是希望5個詞你們都認識。說完了這個呢，就9個方面，我們把看5個詞寫一段80字左右的文章，這整個部分呢就都結束了。在課程的最後呀，老師希望通過幾個題和大家再來重新鞏固一下我們之前學過的那些方法，在真題當中，在考試的時候應該怎麼用。一共準備了4道練習，跟着老師一起來看一看。第一個5個詞：成立、擴大、信心、服務和謙虛。好，跟着老師的思路走一遍之後呢，希望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路，再寫一篇和老師不一樣的文章出來。如果是老師的話，看到這5個詞，先找一找哪些詞是比較簡單的呢？信心，有信心；服務好不好？有沒有好的服務，對不對？這2個一看可能和什麼有關啊？看到服務，可能是和一個公司有關，跟工作有關，對不对？那我們定了我們的小主題了，是什麼？討論一下工作、公司方面的內容。之後還有3個詞：成立，然後擴大、謙虛，對不對？那我想一想，公司嘛，當然是要成立一個公司了。成立公司之後，我覺得這個公司的服務比較好。服務好有什麼結果呢？它的規模就擴大了。規模擴大了，公司越來越大，發的錢越來越多，
發展越來越好，所以他的員工怎麼樣？員工有信心了。哎，剩一個謙虛。那想一想，公司裡還有誰呢？還有老闆。公司的老闆呢，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這個呀，就是我們的第二步，給他排個序，哪個詞比較容易？哎，按照邏輯應該怎麼去寫？排完序之後，我們來出我們的文章，是不是？出了文章，最後讀一讀，來一起讀一讀老師寫的這個文章吧。一共82個字，之前也跟大家說了，80字左右，不要多寫，不要少寫，讀一讀，看一看，哎，這些詞用到了沒有？是不是？好，我們一起來讀。我工作的公司是去年成立的，老闆是一個很謙虛的人。雖然公司成立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們公司的服務特別好，所以客戶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擴大了。員工對公司的發展很有信心。一起來找一找吧。成立用到了，謙虛，哎，最後一個服務，還剩2個是什麼？擴大和信心，找一找在哪裡？哎，規模擴大了，員工哎也有信心。對什麼有信心啊？對公司的發展很有信心。看一看啊，我們先是通過信心和服務確定了主題是公司。那公司當然要成立，說的呀是我工作的公司，什麼時候成立？去年成立的，是德句。哎，我們說過的句型可以用到。老闆是一個很謙虛的人，哎，這個謙虛不太好用，那我們說一說老闆嘛，直接放在公司裡邊，公司當然要有老闆了。那公司去年成立，時間不長，對吧？用個關聯詞，雖然公司成立的時間不長，然後重點來了，我用但是轉折了，是不是？但是我們公司的服務特別好，哎，服務好了呢，所以哎，表達了一個因果的關係，所以客戶越來越多，越来越之前說過的句型，規模也越來越擴大了。擴大規模，固定搭配，員工們對公司的發展很有信心，對什麼什麼有信心，固定搭配，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個例子。再來看第二個，虛心、效率、學期、鼓勵、羨慕。看到這5個詞，哎，大家想一想，你們的主題可能是什麼？在老師看來呀，哎，我覺得這個學期比較簡單，學期肯定是說學校生活嘛，然後在學校有鼓勵，對不對？誰會鼓勵你呀？老師、同學都可以。那我通過學期和鼓勵，我確定了我要寫什麼？寫學校生活。那把剩下的3個詞，效率、羨慕、虛心放在學習、學校生活這個主題之下，我能寫什麼句子呢？比如說，哎，我說我要寫一個小故事，寫故事有什麼？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對吧？時間，我想寫的是這學期，學期剛好可以用作時間詞。那這學期發生了什麼呀？我可能學習的效率不高，是不是啊？效率不高呢，有點灰心，所以我需要怎麼樣提高效率？老師呀，就鼓勵我可能是要交流，可能是要學習。怎麼學習呢？虛心學習。之前可能你成績很好，這學期效率不高，遇到了困難，但是你要虛心。說中國人啊，很多中國人都很謙虛啊，很虛心，對吧？虛心學習，老師怎麼樣？老師哎非常好，所以不斷的鼓勵你，你的成績提高了，我就覺得我的朋友都非常羨慕，可能是羡慕我取得了好的成績，也可能是羡慕哎我的老師非常好。那這樣是不是我们文章基本上邏輯也出來了呢？最後呀，你就要寫文章讀一讀了，一起來讀一讀吧。
老師寫了一個一共87個字的小段落。這學期我的學習效率不高，成績不好，感到有點灰心。老師知道後一直鼓勵我，要虛心向同學學習經驗，提高學習效率。有了老師的鼓勵，我對自己有了信心。朋友們都羨慕我有這樣的好老師，是不是和老師之前說的這些，這個邏輯是一樣的？首先呢，這個學期時間發生了什麼？我的效率不高。什麼效率？學習效率。效率，學習效率。然後這是不是我們之前說過的，怎麼樣把一個詞寫成一個句子呀？那效率不高，可能就成績不好，多說一說嘛。都說了一個情況，你描述的具體一点。效率不高，成績不好，所以感到有點灰心。有点加形容詞，灰心，形容詞的用法。老師知道後，發展了，往前推了，我灰心了。老師知道了，知道之後發生了什麼呢？一直鼓勵我，一直，時間副詞沒有停過，對不對？一直做什麼呢？鼓勵你。要做什麼呀？要虛心向同學學習經驗。你要虛心，對不對？虛心向同學，向後邊引出來動作的對象，做什麼呢？學習。學習什麼呀？學習經驗。目的是什麼？提高學習效率。剛剛說效率不高，現在我要提高學習效率。正說说，反说说，是不是又是老師之前常說的那個方法呀？那有了老師的鼓勵，說到結果了啊，事情的發展也发展了。那結果呢？結果就是有了老師的鼓勵，我對自己有了信心。剛剛說有點灰心，反着說，在這兒我正着再說一遍，我對自己有了信心，對什麼什麼有信心，固定搭配，請記住。最後總結一下吧，朋友們都羨慕我有這樣的好老師。羨慕什麼呀？羨慕你老師非常好，一直鼓勵你，非常有耐心。一共87個字，也不多。好，再看我們的第3個練習。聚會、碰見、開心、曾經、改變。這個呀，我們用了很多次了，是不是？一起來看一看什麼簡單。聚會開心很簡單，那聊的是什麼？參加聚會了嘛。那在參加聚會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呢？是不是碰見可以用？碰見什麼了呀？上周末去參加聚會了。要寫故事，一定要想一想時間，想一想你做了什麼。參加聚會，心情怎麼樣？心情很開心，用到了開心，是不是？那為什麼開心？說一說經過吧。經過呢，就是碰見了老朋友，碰見用到了，碰見誰了？碰見了老朋友，人物也出現了，老朋友。那怎麼樣啊？再說一說，它有沒有變化呀？那有改變，當然就是和以前有不一樣了。以前時間副詞曾經，對不對？曾經怎麼樣？後來改變了，是不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我們的文章也就脈絡出來了。最後呀，一定記得還要讀一讀。好，一起來看一看。上周末去參加朋友的生日聚會，很開心。聚會上有美味的食物，有吸引人的音樂，還碰見了一個老朋友，我們聊得很開心。他曾經打算回美國，但是後來改變了主意，現在一直在中國生活。先看一看5個詞用到了嗎？聚會、開心、碰見、曾經、改變。故事就是這麼發展的。時間，上周末做了什麼？去參加朋友的聚會。什麼聚會？生日聚會。把聚會變成生日聚會更具體。那說一說心情，很簡單，3個字，很開心。為什麼？聚會上有美味的食物，
有吸引人的音樂，還碰見了一個朋友，有固定的句型，之前講過，請大家掌握。還更進一步了，我們的關聯詞出現了，碰見了一個老朋友，強調一下，不是新朋友，是老朋友，因為我們要用曾經，要用改變，對不對？那你們做什麼呢？聊得很開心，動詞雙人的，形容詞這樣一個句型結構，請大家掌握。他曾經打算回美國。說完了，我們的人物引出來了，引出來老朋友，聊一聊他們，他怎麼樣啊？他曾經以前發生的事情，以前怎麼樣？曾經是打算回美國，這是一位美國的朋友，曾經要回去，但是後來改變了主意。但是，這裡是一個簡單的轉折，你們也可以用然而，改變了主意，用到了改变，發生變化了，變化是什麼？現在一直在中國生活。好，一個83個字的小段落又出現了，是不是順着這樣的思路，這樣的方法寫起來一點都不難呢？還有就是一定要充分發揮你們的想象力。最後再來看一個，結束我們今天的課程。最後一個，報名、資料、計劃、刻苦、實現，5個詞，找找簡單的是什麼？可能是資料，可能是報名。報名大家經常會用到，对不对？我要報名參加考試，我要報名去哪個學校，是不是？那我們看一看報名，老師呀還覺得刻苦也比較簡單，是一個形容詞，學習很刻苦，經常會用到。那我報名可能去報名了一個考試，對不對？那我需要怎麼樣啊？我需要刻苦學習，這樣我才能通過考試。所以呀，老師給自己定的一個小主題就是學習考試。那在學習考試這個主題之下，應該怎麼把其他的詞放進去呢？你需要學習資料，可以，我們說資料，學習資料，還有個人資料，報名的時候要提交個人資料也可以。那你報完名了，知道什麼時候考試了，是不是？是不是要制定一個計劃？有了計劃，你需要學習計劃，是不是？你還要刻苦，你要做一個刻苦的學生。看一看吧。首先，報名考試。報名參加什麼什麼考試，這是一個我們常說的固定搭配。那考試的時候，既然要報名了，我需要做什麼？我需要填寫資料，很好，動賓搭配，之前也講過。還需要制定計劃，填寫資料和制定計劃都是我們常說的動賓搭配、固定搭配。大家多留意一下，看到這樣的搭配，記下來，積累一下。然後呢，學習嘛，要用功，要刻苦，刻苦學習才能怎麼樣？才能順利的完成你的計劃，實現你的目標。那我們再來看，有了這樣的一個小思路，最後是不是要寫文章？寫完之後讀一讀呢？一起來看一看吧。為了申請獎學金，我報名參加了 HSK 考試。報名時需要填寫個人資料。報名後，我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學習計劃，每天都按照計劃刻苦學習，最終實現了目標。看一看5個詞：報名、資料、計劃、刻苦、實現，都用到了。首先，我說我要寫個小故事，我要交代清楚，是吧？事情發展了，什麼時候呀？是報名參加考試的事情。所以呢，為什麼報名啊？為了申請獎學金，你是有目的的，對不對啊？因為你要實現這個目標，所以啊，你是有目的的，用為了引出來你的目的。你做了什麼？你報名參加了 HSK 考試。那說一說你報名的過程吧。報名時，需要填寫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填寫個人資料，是不是也是我們剛剛說的一個名詞？怎麼樣變成一個句子？報名後說了報名時，再來說說報名後。
報名後，我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學習計劃。制定計劃，動賓搭配，什麼計劃？學習計劃，嚴格的，每天幾點做什麼，幾點做什麼，一定要這麼做，那就是嚴格的學習計劃。你是怎麼做的呢？每天都按照每周句型，按照計劃刻苦學習，結果最終實現了目標，一共83個字。好，到這裡恭喜大家，你們聽完了關於看5個詞寫80字小短文書寫部分的全部課程。如果還有不理解的地方，回去再聽一聽，多做練習，消化消化。最後呀，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有機會再見。